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俄罗斯表示抗议。西方援助重型火力，俄罗斯依旧抗议。现在美国直接骑在俄罗斯脖子上。俄外长表示，我还是抗议。俄罗斯的红线一直在旋转跳跃。俄罗斯开战100多天以来，火力军看到的最多的就是俄外长表示抗议。如果踏过红线，就让一些国家付出代价。但是看来看去，俄罗斯能做的好像就只有抗议，坚持抗议到底。不过西方国家也是很谨慎的，只给乌克兰提供一些防御性的武器。万一俄罗斯破罐子破摔，拉着大家伙一起毁灭的话，那也是很麻烦的。但这些随着乌俄战事进入第2阶段，西方国家也从刚开始的谨慎决定，避免直接刺激到俄罗斯，开始转变态度。普京你的红线好像一直在后退呀。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再试试你的红线。我现在开始积极给泽连斯基兄弟提供军事援助，不管是防御武器还是拥有进攻性质的武器。不仅如此，我还要提高武器装备的数量与质量，不再以单兵装备或者防御装备为主。毕竟战事刚开，俄罗斯的策略就是装甲部队大头针，进攻乌克兰重要城市。那时候给乌克兰兄弟整点防御武器还是很好用的。你看看战场上被摧毁的就知道了。如今俄军装甲部队在乌克兰战场损失惨重，于是俄军便动了一下脑，不行，这样下去就全折损在这儿了。现在乌东地区稳扎稳打的步步紧逼吧。虽然俄军战术落后，但凭借着苏联解体留下的庞大家底儿，所以在火炮方面俄军有着不小的优势。目前乌东地区的交战已经变成了惨烈炮战，双方似乎都重拾了苏联的大炮兵主义，选择采用重火力夺取战场控制权。在俄罗斯入侵以前，俄军现役大口径火炮与火箭总数达到6000门，如今80%都已经投入到乌克兰战场。但乌克兰就不一样了，乌军炮兵在激烈对抗中消耗极大，目前主力只剩下一些苏联留下的老式火炮，像数十年前的第20榴弹炮，而且忙碌的乌军炮手最年轻的也已经快50岁了。关键是年纪大，射程也不行，炮弹储备还几乎要耗尽了。其他东欧国家提供的库存也非常有限。北约大哥呀，炮弹不够用了呀！如果没有新的远程打击火力支援，我们很难坚守阵地呀。其实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泽连斯基就没有停下向北约求援的脚步。美国大哥给点导弹吧，英国大哥给点火炮吧。北约也是积极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这里面除了老大美国以外，就属英国最够意思。早在开战之初，英国就已经大量援助乌克兰 NLAW 反装甲武器，这可让俄军装甲部队吃尽了苦头。后来英国首相又秘密访问了乌克兰，表示兄弟不用怕，我这次不是空手来的，我会为你提供大量武器与财政援助，并且还给你带来了好家伙，就是我们北约内部标配导弹 AGM-84 鱼叉。其实这次英国援助已经是雪中送炭了，尤其是此次 AGM-84 鱼叉可以对俄罗斯黑海舰队形成反制，从而打破俄罗斯海军对黑海的海上封锁。其次，鱼叉240公里以上的打击范围，既可以沿岸保护敖德萨，还能驱赶俄军离开港口。因为这款鱼叉导弹的射程可以直接轰杀到俄黑海舰队的老巢塞瓦斯托波尔，这个地方有俄海军在克里米亚半岛建造的著名军港。现在俄海军自家老巢都暴露在乌海军的炮火之下，你说俄黑海舰队能不慌吗？另外，乌克兰还能用鱼叉去搞一搞俄方陆地上比较重要的目标。这款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制导方式一样，配有末段红外成像制导，所以能精准识别和打击陆地上固定的目标，比如机场、发电厂这些，从根儿上切断俄军的力量。但这种武器也只能远程骚扰一下，毕竟打击能力有，但数量不够啊。泽连斯基一看，美国老大还是再给点火炮或者火箭炮吧，有了这种手段，我才能夺回被俄军占领的土地。北约也不吝啬，美国18辆 M777 牵引榴弹炮说给就给。另外，北约还要提供 M109 自行火炮，荷兰提供 PZH-2000 自行火炮，斯洛伐克和捷克提供155口径轮式自行火炮，法国交付12辆凯撒自行火炮。另外，英国早些时候宣布提供 AS-90 榴弹炮。
除了接收这些以外，北约那边还提供了反火炮雷达系统，能够帮助乌军发现瞄准俄军炮兵阵线。但即便如此，乌军仍然受到俄军火力压制。俄军一直都在使用火炮与火箭发射器来压制着乌克兰。这些炮兵部队沿着准备充足的防线挖掘战壕据守。俄军一直围绕着2个主要方面推进，一个是从北部向伊久姆市推进，二是从西部指向北顿涅茨克市。在战事的第1个阶段，北约的态度就是让双方保持平衡，在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的同时，力求避免美俄乃至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发生直接冲突。但过去这段时间，这种相对谨慎的态度已经几乎一扫而空。事实上，西方援助策略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提供武器的种类、型号以及数量上，同时也体现在交付进度上。根据美国透露，提供给乌军的武器装备，一旦得到总统批准以后，能够在48到72小时之内运到乌克兰，这在战事初期是难以想象的。这一点西方媒体也给出了推测。这种变化的背后有需要因素影响，其中一个就是乌军在战场的表现超过了所有西方国家此前的预期。另外，美国也认为这场战争有可能长期化，持续半年、1年甚至更久。所以呢，现在北约军援开始倾向于重火力，但像援助那些坦克、火炮什么的，俄罗斯倒没什么反应。但当美国决定援助一款重磅武器以后，俄罗斯真的慌了，在国际上疯狂抗议反对，那就是美国决定援助乌克兰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近段时间，俄乌在顿巴斯地区的局势紧张，俄罗斯接连胜利，泽连斯基为了能够扭转战局，一直都在向北约大哥们索要远程火箭炮在内的先进武器。关于这一点，美国是很纠结的，害怕泽连斯基想不开，直接拿着去攻击俄罗斯境内。一旦这样做了以后，战争会迅速升级的。所以美国一直不愿意同意，但现在俄罗斯节节推进，乌克兰实在没办法，所以美国权衡利弊以后，决定提供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不过美国在同意之前也做了舆论铺垫，美国也是直接大笔一挥，写下5步1坚持：我们不想跟俄罗斯开战，只要北约军队没有被攻击，我们不鼓励乌克兰实施境外打击，我们不认为你会使用核武器，我们不会向乌克兰施压，也不会推翻普京政权。无论多么不认可普京，无论其行为多么令人愤慨，结果就是舆论刚铺垫完，美国第2天就宣布对乌克兰的第11批安全援助计划。美国将提供的先进武器中，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炮系统吸引了各方目光，并且还将配备先进弹药，能够帮助乌克兰打击约8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虽然这个射程远小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的最大打击范围，但是其射程远远超过了乌克兰迄今为止使用的火炮，而且威力更是成倍的增加了。美国援助的 M777 榴弹炮射程仅为24公里，美官员称他们不支持也不允许乌克兰军队使用该武器向俄罗斯境内发射火箭弹，这个就有点扯了。你都把武器给他了，乌克兰想怎么用，你还能管得了吗？另外，这还没完，作为乌克兰坚定靠山，英国也大方援助。泽连斯基曾公开表示，英国首相约翰逊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乌克兰，英国也没让乌克兰失望。在美国对乌军援再突破，奉上大名鼎鼎的海马斯火箭炮的同时，英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一款重磅武器，射程约80公里的 M270 型多管火箭炮系统。英国对乌克兰的军援一直都走在西方国家的前列，能拿的都拿出来了。这次军援程度在突破，英国国防打铲也便是俄罗斯战术发生改变了。泽连斯基有些应顾不暇，身为北约高层，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也必须要与时俱进。这次援助的 M270 火箭炮可是北约军火库中性能最好的火箭炮之一了，由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发，就连美国援助的 M142 海马斯火箭炮都是在 M270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所谓上阵父子兵，英国与美国绝对可以打一个很好的配合，同时为乌克兰提供2款重量级装备，绝对能带来不小的助力。M270 这款北约制式武器，就算在北约军火库中也是数1数2的，已经在美军中服役了30来年了。迄今为止，仍是美国陆军的主力远程支援火力，综合性能极其优秀，曾在海湾战争中一炮而红。这一点伊拉克部队深有体会，还送出了钢雨的称号。
不过 M270 缺点也很突出，那就是它有一个致命缺点，太重了，所以 M270 机动性能比较差，也正因此才有了升级版的 M132海马斯火箭炮。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说白了就是 M270 多管火箭炮系统的轻型轮式版本，既然是轮式的，肯定要比履带式的机动性高。另外，海马斯的携弹量是 M270 的一半，虽然携弹量减少了，但是这使得它的机动性变得更高了。虽然火力减弱了，但是这要看跟谁对比。相比 M270， 海马斯的火力确实是弱了一半，但是要比乌军目前使用的 M777 榴弹炮强太多了。当然，海马斯也不单纯是 M270 的简化版本。海马斯在把 M270 一半的火力搬到轮式底盘上的同时，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范围的重新设计和一系列的现代化升级。M270 与海马斯火箭炮火力强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俩发射的弹药主要是 M26 子母弹，射程可以达到32公里，每枚 M26 子母弹中含有644枚 M77 DPICM 子炸弹，海马斯一次能够齐射6枚 M26 子母火箭弹，也就是说能够一次发射3864枚子炸弹，这相当于44门 M777 榴弹炮齐射的火力。一个9门制海马斯火箭炮连一次齐射的威力，相当于一个18门制 M777 榴弹炮营22次齐射的威力。然而，海马斯一次齐射只需要30秒，然后就能够快速离场，而 M777 榴弹炮1分钟最快也只能打4发，而且需要至少10分钟才能离场。还能发射射程达到70公里的 M30 子母火箭弹 ，M30 内装404枚 M85 DPICM 子炸弹。海马斯火箭炮一次能够齐射2424枚 M85 DPICM 子炸弹，其火力至少等于30门 M777 榴弹炮同时齐射的威力。还可以发射 M31 高爆巨能火箭弹，其弹头重90公斤，射程达70公里。另外，它还有增程弹可达80公里。海马斯火箭炮不仅仅是火力猛这么简单，它的战斗权重只有 10.9 吨，仅仅是 M777 榴弹炮的2倍多一点，但是机动性高呀。再加上海马斯超远的射程，保证了其极高的生存率，俄军难以对其进行摧毁。另外，海马斯还可以采用空运部署，或许美国会采用运输机快速援助给乌克兰炮兵部队。这还不算，海马斯火箭炮还可以配备70到160公里的制导火箭弹，以及 ATACMS 战术导弹系统，后者射程能够达到300公里以上。如果乌克兰炮兵部队将这批火箭炮部署在苏梅地区，仅仅依靠常规火箭弹就可以达到俄罗斯境内的库尔斯克，2个地区的边境距离仅仅只有60公里。而且哈尔科夫到别尔哥罗德的直线距离为70公里，也在火箭炮的射击范围，这已经有些推翻美国之前的保证了。虽然美国暗示会将这批火箭炮射程控制在100公里以内，至少表面上安抚一下俄罗斯，我们这次只提供中程火箭炮，目的是使乌军能够更精确地打击本国战场上的俄罗斯军事目标。但谁能知道有没有偷偷提供一批导弹呢？你说是吧？这就叫兵不厌诈。而且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有别一种表示，称不会监管将交付给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炮的射程，具体应用由乌克兰说了算。表面不想直接激怒俄罗斯，要控制射程，实际军援过程谁知道给的是什么弹种？乌克兰方面明显也对这款火箭炮期待满满，甚至在媒体报道中都标注好了投入使用后的射程范围。如果美国提供战术导弹，可以对俄腹地发动攻击，射程可以涵盖斯莫棱斯克、库尔斯克，甚至莫斯科和伏尔加格勒等重要城市。泽连斯基办公室顾问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我们获得60套这样的系统，那么俄罗斯人将失去前进的能力，才有机会击败俄军。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俄罗斯疯狂跳脚的原因。之前北约国家援助俄罗斯虽然不满，但并没有进行大量谴责，但这次不一样啊，这次援助的是真的可以打到俄罗斯呀。前几天火力军刚分析了乌克兰能够取胜的条件，其中一项就是最主要的源头打击能力。海马斯火箭炮的射程可以让炮位安置在俄军炮兵的射程之外，同时又可以打击俄军。这些火箭弹还可以轰炸远在战线后方的俄军后勤仓库，就算射程限制在100公里，
若是美国真的偷偷给乌克兰几枚射程达到300公里的 ATACMS 战术导弹系统，就算没有部署在乌俄边境，乌克兰炮兵也能直接威胁到俄罗斯境内，这是俄罗斯忍不了的。除了海马斯与 M270以外，甚至还传言美国准备提供4架 MQ-1C 灰鹰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可不是目前大量在用的 TB2可以比拟，危险系数更高，性能更先进。有了海马斯火箭炮以及可能到来的灰鹰无人机加盟，乌克兰原本缺失的空中力量将得到一种补充，甚至可以发动俄本土纵深的攻击。正如美媒无比兴奋的构思，他们已经开始为乌克兰设计用美制无人机攻击莫斯科。MQ-1C 灰鹰空载航程接近4800公里，可以携带少量弹药，实现远程攻击俄本土。而且 MQ-1C 灰鹰有可靠的卫星通信保障，比如使用马斯克旗下的星链卫星系统。如果攻击得手，将对乌军士气产生巨大的提振作用。而且性能更强、滞空时间更久的 MQ-1C 灰鹰，完全可以和海马斯火箭炮相结合。通过无人机侦察定位俄军后方补给车队以及重火炮阵地等，并回传目标数据，然后由海马斯火箭炮实施远程精确打击。比如一个海马斯炮连加灰鹰无人机，至少可以攻击24辆坦克或火炮。当美国开始给乌克兰援助海马斯这套多管火箭发射系统，说明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开始朝更加实质方向在转变。乌克兰在丢失马里乌波尔和红利曼后，已经是如同热锅蚂蚁一样着急。如果美国还只是打着军事援助旗号再去库存，恐怕乌克兰还真坚持不了多久。而美国提供真正有意义的主战装备，说明美国还是希望乌克兰能多撑一些时间。俄罗斯对此反应也比较大，是直接警告美国不要火上浇油，并称这会增加了两国直接对抗的风险。不过乌克兰此时处境并不妙，俄罗斯现在已经派出了苏57空袭基辅，这是最近1个多月来苏57首次空袭基辅。苏57携带新型的空地导弹，炸毁了波兰支援给乌克兰的多辆 T72坦克，炸毁了储存维修波兰支援乌军 T72坦克的坦克维修厂。苏57空袭基辅，说明基辅作为乌克兰的首都，已经不再是安全的城市了。俄军能出动苏57炸毁基辅的坦克工厂，是否能让苏57直接炸基辅的其他重要军事目标？这次苏57炸毁了北约盟国波兰援乌的坦克，美国军援会不会也被苏57炸毁呢？这还是有不小可能性的。北约军援的重武器对俄军威胁非常大，北约武器源源不断的支援，让乌克兰军方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战斗力，让俄军有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面对俄乌战争长期化的倾向，俄罗斯方面所能做的就是采取最坚决的手段打掉北约军事援助，而苏57打击的目标就是北约的军援武器。北约军援的武器都打掉了，乌克兰靠什么继续维持作战呢？如果乌克兰获得大量远程武器后，一个头脑发热就有可能袭击俄本土，将战火烧到俄罗斯。到那时，俄乌冲突必将升级，对俄方极为不利。你们觉得这次援助对战局有没有影响？俄罗斯反击手段是什么？下期视频，火力军讨论一下，如果这场战争长期持续下去，谁会赢，谁会输？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